圣魔尊的气势如同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岳，他的存在本身即是魔道，是绝对的力量。面对这样的存在，115妖苏佑威他们的半道神实力的极致攻击，也不过是沧海一粟，难以动摇圣魔尊分毫。当诡异魔刃与气运金龙碰撞持续片刻后，虚无都被这股力量震得支离破碎。轰隆的巨响伴随着光与影的肆虐，将这方陨石星群的空间都渲染成一幅末日般的画卷。气运金龙的咆哮声中掺杂着痛苦与绝望，他那曾经傲视天地的龙身在魔刃的切割下终于露出了裂痕。裂痕迅速蔓延，直至龙身被无情地切割开来，金光四溅，龙魂哀嚎，四周的空气仿佛都被这一幕所震慑，静得出奇。而在圣魔尊那冷漠的目光下，一切尘埃落定，唯留下那股令人窒息的震慑之感在虚空中久久回荡。夭姐，我们的最强底牌也失败了，我们要陷入危机了。五爻柳眉微蹙，这一战也是他们所交战中的最强对手了。即便他们有着气运之力加持，但是仍然无法跨越半道神与大道主神之间的差距。而在不远处的虚无空间中，元尊与灭神副府主依旧在激烈激战着。或许看到115爻这边陷入危机，立马脸色变得无比的认真，然后出的每一招都似乎提升得更强大的力道。元尊与灭神副府主的攻守交错，气势如虹，双方身影仿佛两道疾风呼啸而过。元尊眼中闪过凝重之色，每一次出拳都凝聚了山河之势，却始终被灭神副府主以冷静姿态和诡异的力量抵抗化解。着急了？你的实力就这样吗？元尊，哦不对，应该叫你运势盘龙，对吧？灭神副府主的挑衅声在元尊的耳边回响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压在元尊胸口的巨石，让他呼吸都变得沉重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。与元尊长得一模一样的运势盘龙目光紧紧地盯着灭神副府主，让他想不通的是，对方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自己可没露出什么破绽啊。呵呵，其实我并没有100%确定你的真实身份，而是有人告诉我你不是真正的元尊，而真正的元尊，我想现在应该在神藏的某一处吧。灭神副府主的脸上有着浓浓的笑意，只是这笑容中似乎掌控着一切的那一份自信。有人告诉你我不是元尊，告知你的那个人是谁？究竟是何方大能？这让运势盘龙感到更加的吃惊，原来自己的身份是另有其人给发现了，只是这个人为何会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呢？而且自从进入神藏之中，他们神渊宫的一行人一直朝着神藏深处掠去，并且途中也没有遇到什么人，同时也没有发觉有什么大能者在跟踪自己。可就是如此，自己的真正身份怎么还是被曝光了？这其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？种种疑问让运势盘龙的思绪陷入了无尽的漩涡之中，他无法解开这些疑问。那位大能的存在是一种变数，即便你伪装的再好，也不可能骗过他。现在的你还是准备怎么死吧。然而在这生死瞬间的紧要关头，运势盘龙的眼神突然变得深邃而坚定，率先发起了进攻。他的身躯上金光弥漫，双手合十，一股强大的气流在他周身形成漩涡。接着他猛地推出一拳，拳风带着龙吟之声，威力巨大，一条巨龙腾空而出。运势龙拳。运势盘龙低喝一声，那股蕴含着磅礴之力的拳头直冲云霄，那速度之快，连灭神副府主都来不及反应，在一眨眼间就已经洞穿虚无，轰击在了灭神副府主的身躯上。轰！在这股充满运势的一拳力量下，连空气似乎都变得波涛汹涌，波动不已。此时的运势盘龙面无表情，但那双眸中燃烧的斗志和坚毅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。他知道这场战斗或许只是刚刚开始，因为这位来自灭神府的副府主实力极其强大，就连他自己都感受到了对方的那股绝对的压迫。灭神副府主的身影如同断线的风筝，被运势盘龙那毁天灭地的一拳击退数万米。最后他还是稳稳地控制住了暴退的身形，面色从容，而且其身上没有一丝伤痕。这一拳若非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早已是身受重伤，大道崩裂。这一拳足以重创大道后期的主神，不愧是拥有运势的一击。灭神副府主心中暗自思量，却并未有丝毫惊慌，反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战意。运势盘龙的力量让他体内的血液都开始澎湃起来，而且面前的运势盘龙拥有着一身运势，如果将其击败，将这些运势吸收到自己的身上，那岂不是能够让自己的运势得以提升变化？然而115爻苏佑威这边也是危机重重，接着运输盘龙被灭神副府主阻拦，刚刚那位圣魔尊开始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死亡一击。